快吃啊！吃完之后让小王叔叔送你去幼儿园。下面插播一条紧急通知：日前，江北市公安局发布通缉令，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在逃犯罪嫌疑人侯四海。侯四海，男，汉族，1969年5月19日生，江北市人，系江北市四海商贸有限公司。大哥，你走。好了，去上幼儿园吧，小王叔叔来了。等一等，过来，过来，把这个拿上。大哥，兄弟们都派出去了，尽快找到他，千万不能落在警方的手里。进。尹总啊，出大事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什么事儿？四海商贸被查封了，咱们工地的砂石供应一下就断了，储备只能到今天晚上了。您说这要是停工了，那损失得多大呀？那你就没联系别的沙场？我联系了，那帮家伙听说侯四海还没被抓着啊，怕他回来报复，所以谁也不敢贸然出货，都在那观望呢。那么多沙场，就没有一家能出货的吗？您要是这么说，真有一家。哪家？就那个阳光沙场。那尹总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小王，让魏子谦来我办公室一下。那你们俩去忙去吧啊！来，那1号车、2号车、3号车发车。小飞啊，赶紧的，这电话一直打个不停，一直在催着呢，都是要下订单的。啊，行，那你帮我看着这样。好的，看好了啊。好嘞，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以后看见我你就要对走啊。好嘞。喂，阳光商场，沙子肯定有啊，对。啊，您稍等一会儿啊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实在。喂，阳光商场，沙子是吧？就这样吧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喂啊。儿子来了。好，但是你得等等啊，可能沙子要明天或者后天才能到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饿死我了妈！是吧？哎，爸，接一下电话。好。哎，阳光沙场，哎，107 25号站108吨，25号站108吨。好，早上8点半。好，领导。喂，阳光沙场，268吨。光哥， 268吨。我在沙场都快忙死了，你在哪儿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好，305站。进来。哟，魏德助理，请进。坐。茶都给您沏好了。进我屋还敲什么门啊？哎呦，尹总，我一个小助理进您办公室，哪敢不敲门呢？怎么着这2天啊？咱们李总上哪儿去了？您找丸子有事儿啊？当然有事儿了。江畔小区的砂石供不上了，这马上就要停工，这满世界找他想辙呢。哎呀，尹总，您这不是拿我开涮的吗？您看您手段那么硬，人脉又那么广，小小的砂石难不倒您吧？别挖苦我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要一停工，一天损失都得上100万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是啊，这损失可够严重的。那您要怎么向董事会交代呢？
这不找你帮忙吗？啊，姑奶奶，啊，姑爷爷，帮个忙，找找李总，啊。丸子手机关机了，我也联系不上，有可能是在飞，滑翔翼俱乐部，也有可能在跑，沙田赛车俱乐部，出海了也未必呀。要不您都找找看呢？这海陆空都齐了，拿我开涮呢？殷总，我可不敢，我一小助理哪敢拿您参山呢？先生您好，咱们有什么事儿？我找个人有急事。来这儿都是找人的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们私人俱乐部已经包场。我知道包场，我找那个你们这儿的股东，那志成集团的李董事长李完。不好意思，您有预约吗？这预约什么？我找的有急事。你找李总。那不是我都看见他了，我都看见。哎，李完，小丸子，李完，小丸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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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见了吗？哎，好。小丸子，林伯伯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可算是找着你了，你这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是，找你这事儿吧，有点急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哎，太好了！不着急的话，我就跑完这圈，咱们再说。别，这事儿呢，说小呢也不是太小。尹伯伯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我爸呢都有一个特性，那就是贪玩。所以呢，等我们跑完这一圈，我一定听你说完，好吧？别，咱们还是先谈事儿，然后再跑圈儿。那个什么，要不这样，我和你一块儿跑，咱们俩边跑边说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。这事儿吧，我想来想去，还得过来亲自跟你说一声，啊。系上安全带。好。尹伯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有事儿要跟我说啊？那什么，那个
你给那个刘子冠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把合同签了吧。咱们还是用他阳光沙产的沙子吧。唉，您说您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哟，小李总，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呀？我们家光大帅哥呢？光哥在哪？不是得问你吗？我在这儿忙着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我都找不着他。光哥在哪儿？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走了。你不跟我一块吃个饭啊？谁跟你一起吃饭啊？让开！重色轻友，慢点开啊！你睡了好几天了，是时候该醒了吧？从你救他那一瞬间开始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爱他。但我想跟你说，我也很喜欢他。虽然我没有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，但我会慢慢证明给他看。我爱上了他。起来吧，起来之后我们公平竞争。我不会在你醒之前就向他表白，这样你会看不起我。兄弟，我等你。韩静，韩静，韩静，你醒了。外面呢阳光灿烂，屋里呢其乐融融，各位警界的精英都在，一看就是个好日子，是吧？能够让我贝小帅在这说两句。今天主要是吉喜临门：一，孙伟死；二，四海贸易倒了；三，韩队康复了；四，沙场赚了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。那我代表我们老百姓呢，今天给韩队送上一束花，希望韩队能够早日康复。还有呢，对各位警察同志们说一声，你们真的是辛苦。谢谢。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我给大家还带来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。那下面有请我们的李总为大家带来一支舞蹈。好。李总，你以前是跳舞的是吧？谁跟你说我以前学跳舞的？啊，那唱个歌。干嘛你？你把包给我，来，谢谢李总，鼓掌。
既然刚刚小帅也说了，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那我就给大家唱。我爱我的家，有你有他，小小的屋檐下，叽叽喳喳。光子，文贤的身体恢复得不错，过2天就能出院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太好了。到时候我带他出去旅行结婚，带他好好看看祖国的名山大川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胡警官，建国哥，你们聊，我去看看韩警官。我刚才跟韩进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是吧？大哥，我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侯四海，不会是自杀了吧？侯四海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一定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就算死了也得拉我垫背。哎，哦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大哥，查到侯四海下落了。这件事儿，你亲自去办吧。记着，做干净点儿。各位听众，现插播一条江北市公安局发布的通缉令：侯四海，男，汉族，1969年5月19日生，江北市人，系江北市四海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，身高1.77米，圆脸，短发，体态偏胖。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提供线索，提供重要线索的，警方将奖励1万元。啊，师傅，就跟这儿停吧。喂，公安局吗？
警察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房东吗？对，我是房东。是这个人在租你的房子吗？对，是这个人。他犯什么事儿？他是在逃嫌犯。哦。如果他跟你联系，请告诉我。行，好的。里面没有发现侯四海，在后门的位置发现了一张公交卡。看看，这很有可能是侯四海逃跑时掉下的，拿回去查查。我们先回去。哎，有任何消息，请您联系我们。谢谢。行，好的，好的，没事。你慢走啊。老大，失手了。怎么回事？事儿办到一半，警察突然出现了。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等。等？对啊，开湖的工作做好了，养湖只是时间问题。郭大爷，先吃早餐好不好？你先吃。我不吃了，我还要去沙场。还有，你的公交卡我帮你充值。好好好。警察同志，这张卡是在江南西路办的，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使用记录。这个地方有没有摄像头啊？这个还得您自己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刚才跟韩静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是吗？胡警官，醒来吧。等你起来，我们一起公平竞争。我不会在你醒之前就向他表白，这样你会看不起我。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来帮郭大爷充值。那我走了。要跟我说什么？不，这我真笨。哎，卡。哎，充值。宋局，这是在侯四海藏身小屋发现的。我去了公交充值网点，从视频上显示，这的确是侯四海在3天前自己去办的。上面有使用记录吗？没有。我们在江北的各个交通要道，还有机场、码头、公交站都设了卡，没有发现侯四海的踪迹。这说明侯四海还在江北。
一定要对全市加大排查力度。是。韩大队长，听护士说你在这儿，来，给你的。谢谢小丸子。伤好的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好的差不多了，这点伤算什么呀？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。我知道，就算是为了容嬷嬷受再重的伤，你也觉得是值得的，对吧？怎么，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？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问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你爱容嬷嬷吗？小丸子，咱不说这个话题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既然爱容嬷嬷，为什么不告诉她，让她知道呢？有些事情说出来并不是最好的结果。别再为你的懦弱找借口了。说到底，是你不敢，你怕了，怕被拒绝。我承认，是我不敢。我跟蓉蓉，我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工作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既似兄妹，又似亲人的感觉。我想蓉蓉她是不想破坏这样的关系。韩大队长，你知道吗？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容嬷嬷她很担心你，她每天都来看你，你在她心里很重要。行了，小丸子，你别说了，有些事情你不明白。是你不明白。有些感情，一辈子就一次，错过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你自己想清楚。你到底喜不喜欢蓉蓉？喜欢。喜欢你不跟他说？韩静这小伙子很优秀，很不错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多好啊！妈喜欢蓉蓉啊，你老大不小了，你不觉得咱家缺一个大小伙子吗？啊？你什么时候把咱们容嬷嬷给娶回家呀？什么时候请咱们喝喜酒啊？什么时候抱一个可爱的小 baby 呀？刘祖光，你听着，明天中午1点，我们在医院表白。光子，人家小胡警官说你笨，要我说呀，你真的就是笨。嘿，你呀，喜欢人家，小胡警官也喜欢你，嘿，我都知道。人家小胡警官就等着你先开口呢。我知道啊，韩队长也喜欢他。这次啊，还为他挡了枪。你要是再不主动点儿，没准儿啊，小胡警官就和韩进走到一起了。所以呀，你赶紧加把劲儿，把窗户纸捅破了。我明白，郭大爷，我已经跟韩进说过了，
等他伤好些了，我们就一起找胡龙表白，放心吧。公平竞争啊，也挺好的。那你们有没有说好什么时候去表白呀？韩金约我明天表白。明天就去，这么快？要不然我陪你去，给你加加油助助威。不要！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怕你心里没底。哎，那你想好了怎么跟小胡表白了吗？我也正在发愁呢，郭大爷。哎呀。妈，有个事儿想跟你探讨一下。说吧。我有一个闺蜜，她有一个爱她的人，还有一个她爱的人，想同时跟她表白。你说她该怎么面对这两个人啊？你是说刘子光和韩静同时跟你表白？让妈猜着了。猜的呀？啊！哎呀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！不来一个都不来，一来就来俩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这。哎呦，我也没经验呢，我只接受过你爸一个人表白，然后我就同意了，然后我就嫁给他了。哎呦，这没经验，我给你爸打电话去。啊？不对，这你爸他也没经验呢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弄啊？这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哎呦，这怎么手都冰凉了我，怎么手脚冰凉了？不行，这事儿得慎重啊！我一会儿就来啊，等我再想想。等于没问。红哥，等等，把安全帽戴上。干嘛？你这架势是要去打架，护着你的头。护你个头！我去表白。表白？表白就更得戴上了，免得头破血流。你先说。你先来。好，我先说。
蓉蓉，我在病床上躺的时候，我跟刘子光就商量好了，等我醒了之后，我们会一起向你表白，表白我们都爱你。但是今天我想说的，恰恰不是这个。刘子光说，我为你挡了一枪，是因为我爱你。但是我作为一名警察，作为你的队长，我的同事在受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想任何人都会挡这一枪，我会为小白挡，也会为小田挡。所以，不要把这颗子弹和我的个人感情联系在一块儿。但是刘子光不一样，他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，他没有职责为任何人挡枪，所以他这一枪是爱你的，他为了你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我要说的说完了，该你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把他让给我了是吗？我是个平民，但为什么不可以帮其他人挡枪呢？如果那天你出事儿，我也会帮你挡枪，也是义无反顾的。不是说好了公平竞争吗？我来之前也想好怎么去表白了。那你表白呀？我不表，你不表，我不表。刘子光，你想干什么？打住，别说了，让我选是吧？好，我选韩静。啊？为什么？他还没表呢。蓉蓉，你别胡闹。我闹什么了？是你们俩才闹吧？我是商品啊，我是东西啊，让你们俩让来让去的是吧？韩队，我觉得你病还没好，你回去躺着吧。刘子光，你爱干嘛干嘛。哎，蓉蓉，蓉蓉，蓉蓉，快追啊！你追，快追！我不追，你追。你这什么话？刘子光，你怎么这么怂啊？你不怂吗？叫他回来表白一次，好不好？行了，我先走了。一看就是假货。侯总，你们梅姐在哪儿？带我去见她。我梅姐不在，她出差了。我跟你说，带我去见你们梅姐。不是，等她回来，我让她联系你好吗？不带我去是吧？那我自己找她。不是，侯总，侯总，我真没骗你，我梅姐真不在。哦，看来你们梅姐是真的不在呀。行，那你在这儿给我开间房，我住下来。啊，我等着她回来。这不是为难我吗，侯总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另外跟你们梅姐说一下，我在这儿住着呢，让她快点回来。好吧，那我去安排。峰哥回来了，哎，怎么样啊？表白成功没有？胡警官答应你了吗？他拒绝你了。
又一次表白失败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。男人嘛，在恋爱的过程中总是坎坷的，没有一次性就能成功的。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帮你给胡警官打个电话。来，我给他打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没事吧？不要把这颗子弹和我的个人感情联系在一块儿。但是刘子光不一样，他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，他没有职责为任何人挡枪。他这一枪是爱你的，他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生命。韩静，他不用这样，他不用帮我挡这一枪的。是因为他喜欢你。那你呢？他要跟我说什么？我来之前已经想好怎么去表白了。那你表白呀？我不表，你不表，我不表。刘子光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要见聂总。稍等一下啊。稍等。老大，他要在江南市的金碧辉煌见你，今天晚上。金碧辉煌？我们要不要去啊？这不会是侯四海设下的阴谋吧？就按他说的地方去见他吧。既然他主动送上门，我们必须会会他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动作。喂，聂总同意了，那咱们就今晚上8点，金碧辉煌见，好吧？好。大哥，咱们要不要趁今晚同侯四海见面的机会？不可，他既然主动约咱们，一定是有备而来。他肯定留足了后手。再说了，在金碧辉煌下手太扎眼了。侯四海必须要尽快除掉，但是我们得先弄清楚他的底牌是什么，然后找机会下手。这侯四海也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，再老奸巨猾，也是强弩之末了。还是打不通啊？别打了，光哥现在可能有事儿。少喝点，少喝点。慢点哦，姑奶奶，哪有你这么喝红酒的？
浪不浪费啊？我就这样。有意见啊？不敢。你要是爱喝，再给你送几箱。你给我送酒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把光哥给我送过来。我可没那本事。你说我哪儿不好啊？是不够漂亮，身材不好，还是不够聪明？你哪儿都好，就一点不好。哪一点？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这一点不好。哟，这么巧，大家都在吃饭呢，我给大家加点菜，来，吃着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郭大爷，您看啊，我这给您带的新茶，刚从树上摘的。树上刚摘下来了，你让郭大爷喝树叶子的呀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新茶，反正是最好的茶。谢谢你老惦记着我啊！你让小李坐下，坐。这个小李总啊，你说在座的，你说有菜也有礼物，那我的礼物呢？还能没有你的？还真有啊！那看看啊，哟，还是小李总有品位，就知道我喜欢这个。这个得是欧洲代购的吧？哎，郭大爷，光大帅哥呢？光子是。哎，帅，光子去哪儿了？哎呦，这菜我给他们热热，我给你们热热菜去啊！给你们热热。郭大爷，哎，小李总来这边，咱们聊啊。你知道光大帅哥去哪了？那你跟我说。这光哥在哪？我还真知道。那你说啊。但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你先说说，你找光哥干什么？这不前2天刚出了个电影吗？你说我跟光哥去看电影，刚好2个人过过2人世界，多浪漫呀！看电影啊？刚出的那个美国大片。对啊。光哥正看着呢。跟谁啊？这我还真不能说，说了怕你心碎。来，还真不能说，所以说你送我这礼物吧，我现在还给你。来，拿着啊，来。你拿着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光哥跟谁去看电影了？拿人手短。跟胡警官2人世界，浪漫着呢。球哥。子空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买了些点心，还给我带东西来了。还有这些给你的街坊朋友们。哎，谢谢啊，太客气了。侯四海被通缉了，秋哥。我听说了。现在沙场啊，是贝叔经营着，小帅帮他爸一起看着。我不放心这个小朋友，不靠谱。秋哥回去吧，沙场需要你，兄弟也需要你。这沙场啊，贝叔收回来了，好事儿。哎，子光，这沙场我应该是不会回去了。当初刚离开沙场的时候啊，确实挺舍不得兄弟们。可是你看，我这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做点小生意挺好的。我这也没有什么回送你的，来，我呀，给你送条鱼。拿回去，跟贝叔、小帅加个菜。拿着呀，沙场需要你。子光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已经厌倦了沙场打打杀杀的日子。我现在做点小买卖，心里也挺踏实的。再说，你看。那边那个卖水果的小姑娘，我现在正追她。还有啊，我跟菜场里的兄弟们都已经处成了哥们儿，我真要一走啊，他们都不愿意。雷子，我要走，你愿意吗？哎，秋哥，你不能走啊，别丢下我们不管啊！你听听。谢谢你，秋哥。有需要随时找我。
卖水果的小姑娘，那个是你未来嫂子，加油！好嘞，慢走，常来啊！江北市公安局的各位警官们，如果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视频，就说明我侯四海已经死了。杀死我的人没有别人，只有他，江北市的优秀企业家大开发集团的董事长聂万峰。半年前，聂万峰找到我，邀请我和他一起做毒品生意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天使。至于天使是干什么的，你们去问聂万峰吧。聂总好，这段视频我录的还算精彩吧？傻小子别乱来，想好了再动手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四海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的房子，我的公司都被查封了，钱也被银行冻结了，手底下的兄弟现在跑的是一个都不剩，我现在是一无所有。这我都知道，可我还知道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出了事儿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聂总明白就好。5个亿，先给我1000万现金，再把我安全的送出国。这些和天使比起来，我想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吧，聂总。聂总，你做这么大的生意，总不想栽在我的手上吧？明天晚上12点，江边沙场，我派人把钱给你送过去。江边沙场？对，那儿人少，码头上人多嘴杂的，我把钱带给你，从水路送你出国。好，聂总爽快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然后果是什么，你比我清楚。大哥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敢公然叫板，一定是有备而来。现在不是动他的最好时机。您是想先稳住他是吧？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个视频的原件和所有拷贝全都找出来，一个都不能剩。明白了。你们已经很接近这个侯四海了，如果这样还找不到，就说明他还有一条路。他还有退路，还有同伙。有可能。不应该呀，我们已经把他公司所有的人都排查了一遍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同伙并不是同事，有时候只要跟利益有关，仇人也可以变成同伙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和侯四海有利益，但是并不一定是最亲近的人，对吗？这个思路就对了。行啊，你现在越来越有刑警的敏感性了。还行吧。来，给你削个苹果吃吧。哎呦，得了，来，你从小到大就没削过一只正儿八经的苹果，一只苹果被你削成半只。还是我来吧。哎，
最近见刘子光了吗？没有。蓉蓉，你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怎么遇到刘子光这件事儿上就心口不一了呢？瞧瞧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问你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那他喜欢你吗？也许吧。不是也许，是肯定。说实话，我挺恨他的。在他没回来之前，我就是你爸妈眼中的未来女婿。我们俩就是同事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双。自从天上掉下个刘子光，咣当，可不是吗？咣当，一切都变了。其实我以前从来不相信缘分这件事儿。自从刘子光出现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天注定，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。蓉蓉，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，你得去看一看你跟刘子光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。如果你们能开花结果，我祝福你们。如果你们俩结束了，我依然还在你身边。用现在那句话说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备胎。真的。你现在的任务很艰巨，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我跟刘子光的未来。更重要是你自己一生的幸福。勇敢点。去吧。你真伟大。还行吧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我喜欢你。让我选是吧？好，我选韩静。蓉蓉，你别胡闹！我闹什么了？是你们俩在闹吧？韩队，我觉得你病还没好，你回去躺着吧。刘子光，你爱干嘛干嘛。
都化为乌有。我是商品啊，我是东西啊，你们俩让来让去啊。 Can be controlled. Prepare for the worst. 爱情却纵横交错，比生活难得多。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天注定，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的。你要好好面对你内心真实的情感，你得去看一看你跟刘祖光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。 眼泪不肯走，骄傲却逗留，和过去刘祖光说分手是不回头。干什么呢？有病啊！没事吧你？啊？哎，你别拽我呀！你别，有事没事你别拽我，松开！哎哎，大晚上练什么赛跑？有病啊都！
习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胡荣，胡荣，干嘛？你不要生气了。昨天晚上我不是想失约的。没事儿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，我碰见了侯四海。你碰到侯四海了？是啊。他在哪儿？昨天晚上本来说好了去见你，结果碰上了他。我想追他，结果让他逃走了。但是你不用怕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没事了。你受伤了？伤重吗？不重，被他车撞了一下而已，没事了。现在被车撞了？嗯。你怎么隔三差五不是这儿受伤就是那儿受伤啊？我要操心的事儿够多的了，你还不让我省心？你以为你警察呀？啊？你还追车？你被撞死了怎么办？看什么看？你是在关心我是吗？关心你个屁！哎，其实也要谢谢侯四海的，他没把我撞死，不然我今天找不到那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我在想，昨天你约我是要给我一个答案，关于你会选择我还是韩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当我买菜呢？不是选这个就选那个。刘子光，你什么时候亲口跟我说过你喜欢我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想让我做你女朋友啊？你自己都没准备好，会选什么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？你说。准备好了再说吧。你去哪里啊？找侯四海。什么情况？副警官，据我们从报案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，他是早上来这里钓鱼的时候发现的死者。附近除了另外2个跟他一起来这钓鱼的人之外，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人。那经过现场勘查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或者东西？目前还没有，初步判断，死者是溺水死亡。胡柔，胡柔，我过去一下。好。
那个，你看，原来搞了半天是自杀。这个侯四海，江北市小柳村村民朱某在江边垂钓时发现一具尸体。你这开心鬼给我吃点呗。经查，死者系在逃犯罪嫌疑人侯四海。侯四海，侯四海，起源江北市四海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。侯四海死了。因涉嫌雇凶杀人、绑架等多起犯罪案件被警方通缉。目前，对于犯罪嫌疑人侯四海的死因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那个人在做天在看，侯四海终于死了，可喜可贺啊！哎，这样我跟你说啊，你去买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，因为侯四海死了，本店全单6折，连续3天。好的，行吗？6折，我同意。啊！哎，光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还得去告诉那个卓胖子，告诉他侯四海死了。卓胖子要听到这个事儿，他得高兴着从那个……怎么了，光哥？侯四海死了你不高兴啊？我昨晚还见过他。你昨晚刚见过侯四海，他没怎么样吧？我去见胡荣，结果碰上他，他还用车撞了我。哦，你手上这个伤就是侯四海撞的？光子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侯四海那种人不择手段，你怎么还去追他呀？这幸亏也伤得不重。哎，行，现在他死了，好报应。对，报应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。知道了，郭大爷。你跟那个吴警官怎么样了？对啊，你跟小红怎么样了？说说啊。哎，光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没有牛肉了，我去买牛肉。帅帅，你知道他跟胡警官？知道一点，我知道他前2天去跟他表白，但成没成呢，我就不知道。看这样子，应该没成。没成，成了能这样呢？你跟我说说，你们现在怎么谈那个恋爱、谈爱情啊？那是个什么滋味啊？滋味啊？爱情当然有滋味。没有，您吃过这个芒果干没有？尝尝，好吃吧？爱情就有这滋味，新鲜又甜蜜。就这滋味，又新鲜又甜蜜。对。新鲜甜蜜，帅帅，这一听你这么说，我就知道你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。你给帮帮你这哥哥，引导引导他，也让他尝尝这个什么爱情的甜蜜呀、新鲜呀、幸福。哎，不过这新鲜是这样，不能像你那样3天2头的老换。对，那个郭大爷，您这到底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？我这也算是特长呢。给我夸你呀！行，那我就当您夸我了，那我就用我的特长来帮帮光子，行吗？好，我就把光子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来，那咱们一块儿再甜蜜一下。我这还没吃完。根据现场留下来的遗书，我觉得凶手是想伪造侯四海自杀的假象。你的意思，他死于他杀？是。证据呢？现在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尸检，等结果。不容。你现在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，主盯这个案子，但前提是要找到枪人的证据。明白。今天你们还得出院，别忘了接他。我知道，宋局，放心吧。现在看来，侯四海的死这件事儿，的确很奇怪。你们有什么线索吗？我们在等法医的报告呢。没想到不在局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一会儿回局里啊，咱们要好好商量商量。
这不是回局里的路，要去哪儿？我们奉命送你回家。宋局有令，您出院后必须回家休养2天，才可以回局里上班。我们怕你出院又自己回局里办案，所以特意赶来，就是要把你送回家的。你们几个真行啊，关起我来了。喂，你好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法医说侯四海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回局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如果侯四海不是自杀，线索每1分钟都在流失，我们得抢时间。胡荣，你听见没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得答应我啊，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，由我负责。而且宋局说了，但凡你有一点不舒服，必须立刻马上回去休息，听见没有？你还真当你是领导啊？反正这事儿你得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。现在可以回局里了吧？走。经鉴定，侯四海确实是溺水而亡，死亡时间是在2017年10月18日凌晨的12点到1点之间。我们在死者的口腔和鼻腔发现了少量的沙子，从这些沙子在体内的位置来看，是在死亡前吸入的，符合溺水而亡的特征。我们在死者的头部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伤口，属于挫伤，是外力所致。照这个伤口看，应该是撕扯头发所造成的。大致情况就是这些。韩队，这是资料。辛苦了。好。从法医的尸检报告来看，侯四海的确不是死于自杀。从地图上看，侯四海的尸体是在这里发现的，这里是下游，所以很有可能侯四海的遇害地点是在上游。小白、小赵，你们去上游调查一下情况，尽快确定一下确凿的案发地。明白。小田、小安，你们去查一下沿路的监控录像。盛江，你去找一下有没有目击证人。是。监控录像查到之后，立即发给我，我要第一时间看到。明白。行啊，可以啊，有进步啊。韩队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侯四海遇害的当晚，刘子光见过他。具体什么情况？